有缘人，我们一定要做财神喜欢的人，我们不要做财神不喜欢的。你不受财神欢迎，你跟他打交道没有用，他根本不理你，你讨好他也没用，但是你不能得罪他。花钱更难，滥用钱叫浪费，财神是最不喜欢浪费，财神心里想你浪费，也不如我浪费好了，我干嘛给你浪费？你说我不用，那财神就更不喜欢了，那你守财就守在我这里好了，我给你干什么？你这样将心比心，你就知道理财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。今天这个影片就要讲活着先过金钱关，金钱这关过不了，你其他的关你不要谈。我希望大家了解，我们一生的关卡是我们自己安排的，绝对不是别人给我们设置。这样你才了解为什么孔老夫子教我们不怨天不尤人。怨天尤人没用，因为跟他们没关系，一切自作自受，一切都是这样。我们第一关是金钱关，但是我必须要提出警告，有人一辈子这关就过不了。你看你在头等舱的飞机上，那些人最起码他钱已经够用了，从上飞机一直到下飞机，满口都讲钱，那他们都没有过这个关。只要你不管什么时候，你脑筋想的就是钱，你嘴巴讲的就是 money money money。 其实这种事情在美国是非常平常的事情，一到美国，一打开电视机，他绝对讲的都是钱。我们受这种影响太严重，你什么时候能够不想钱，也不谈钱，你就应该很庆幸你第一关终于过了。金钱为什么那么重要？我们有一句话是大家都知道的，金钱不是万能，但是没钱是万万不能。这句话大家都很熟悉，一分钱就可以逼死英雄汉，你有多大本事，只要你少一毛钱，你买不到就是买不到。我们为了生存，为了改善生活，我们不能不和钱打交道，但是你要记住，钱永远是工具，永远是手段，绝对不是目的。我们现在就是把目的跟手段搞混，如果钱是目的，你就变成金钱的奴隶，那做人毫无价值。但是人类是很可笑的，你看我们发明一样东西，我们很快就变成他的奴隶。现在人有了手机，从小就变手机的奴隶，他可以什么都不要，没有手机好像没有命一样，他没有手机他就不能活，没有父母没有关系，没有手机就不得了。这种人要他干什么？人类创造发明本来是帮助我们改善生活，作为我们的工具，但是最后他就喧宾夺主，人一直沉沦。所以我们古代的圣贤告诉我们，一生不为物役，讲得非常清楚。你不要做物的奴隶了，现在我们心甘情愿地做衣服的奴隶，做名牌的奴隶，然后做电脑的奴隶。高尔夫球就是用来惩罚有钱人，那有钱人出门连什么都不要带了，他甚至连那个信用卡都不带，自然有人替他弄得好好的。
乖乖地背着一个重得要死的高尔夫球机，那就是老天处罚他。你有钱有什么用？乖乖跟我背这个。我们还可以不背，因为我可以不打吗？他们找很多理由说要打，自己骗自己。曾氏强是最早公开反对打高尔夫球的。第二个，西方人可以玩，我们不能玩的原因，因为我们中国的土地是很可贵的，我们山太多，我们可用的土地很少，我们农田更是珍贵。你把它拿去做少数人浪费时间、浪费生命的玩意儿，完全没有良心。但是我们就认为这样才时髦，这样才现代化，就是利字当头，就是没有好好拜财神爷，才会有这种错误的念头。他想欺骗全天下，这个是罪加一等的。我们为什么要跟财神打交道？就是要规范自己，要知道我要赚钱，但是我取之有道，我要用之有方。有钱不用是白赚，你看我们中国人就是这样。为什么中国人很神？千万记住，我们不骄傲。现在很多人都说我们骄傲，中国人绝对不可以骄傲，骄者必败。我们很自豪。为什么自豪？因为有这么好的圣贤。我们要记住，我们一生很神。为什么很神呢？因为我们脑筋很清楚，我们知道的东西太多，是西方人不知道，是科学无法了解的。科学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到达这个地步，因为它不神。就不神才叫科学，神的就不叫科学。你从这个观念去看，你知道你到底要不要神？当然要神。我们向财神学习，我们自己才知道怎么样把这个财运用得很神。我们有一套规律，不是没有。我们要先学会花钱，然后才来学赚钱。一个人动机跟你的行为一定要一致，你不一致，财神最清楚。这个人专门讲好听话，钱不给他，明明是他的，我不给他，我不给他，不是我营私舞弊，而是我保护他，怕他乱做事，这样就对了。你这样去慢慢了解财神，你就有办法跟他接近。他是保护你，然后你就可以比较顺利地接近财神。财神最怕你滥用财，因为这是他的职责。你必须要会用钱，以后他才把钱给你，这样你才知道现在银行也慢慢走上这条路。比如说你要领钱的时候，银行先问你，你钱做什么用？你说这是我的钱，你管什么？不行，你告诉我。你再问，他说可能是诈骗集团要骗你的钱，这是真的。有人这么一转，几百万就不见了，叫苦连天，找谁呀？所以银行就问你这到哪里给谁，那这个不可靠，你再考虑考虑。银行也慢慢在扮演现代财神的角色，只不过他没有那么神，财神比银行神，因为他知道很多，银行只知道那么一点。不同就在这里，怎么样先学会花钱，是要从小开始。等到你有钱的时候，你就不会花钱，
你会看到有钱人经常不会花钱，这样你才知道为什么孟子讲了一句话叫做为富不仁。孟子讲话从来不随便讲，他没有讲贫穷不仁，因为贫穷人不可能不仁，他想不仁也表现不出来嘛。天底下只有富人他会不仁，为富不仁不是为富的罪过，而是不仁才可怕。这句话已经讲得很清楚，老天不在乎你有多少钱，因为就算你有再多的钱，对老天来讲也不过一点点，没什么好神气的。老天只在乎你有钱，你不会用，你用错了，这个不可以。其实归纳起来8个字而已，当用不行，当省不用，就这么简单。你像再大的公司，你理财的原则也就是这样，国家也是这样，当用不能省，当省哪怕1块钱也不能用，没有大小，只有可与不可，当与不当。这个人观念就很正确，不义之财绝对不要，义之财不能不要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合理不合理，义就是合理，义其实就合理，合理的钱我就赚了，不合理的钱再多我也不要。有一次，有一个组织请当地最有钱的人跟曾仕强一起吃饭，旁边一个说什么他都有，你说岛他有，你说飞机他有，有什么他都有。他就问曾仕强一句话，你看我怎么样？曾仕强说你内心不安呐。他马上乱跳，我有什么心里不安？我赚这钱都是合法的。曾仕强笑着说，你这么一跳就是不安了，你安我再讲10句你也不会跳。合法不一定合理，那个有钱人一句话都没法再讲。中国人比较高明，他讲合理不合理，他不太讲合法不合法。法案有时候规范不到，法都是后来的东西，你发生了，他才定法来规范你，而理它是远见，先有理后来才有法，而不是先有法才有理。我们是从里面提炼出一些法来，千万要记住，一个人要赚合理的钱，我们讲这些始终围绕着那个主轴在讲，就是一辈子只有提高自己的品德的事情你才可以做，凡是伤害自己品德，把自己往下拉的，只要你往下拉，你就要提高自己。我越来越像鬼，越来越不像人，那就好了，一句话就讲完了。我向上，我就越来越接近天，我觉得有神那你就可以做了。只有上下，这个上下是你可以自主的。我们要跟财神打交道，就要做财神爷喜欢的人。接下来我将与你分享自带财气的52个好习惯，让财神爷偏爱你。1. 手上要戴块手表，别说已经有手机了，看时间不成问题。手表在社交场合就是一个首饰，但即便是名表，向外人传递的信息也远大于说明财富多寡，而多了一个重视时间的印象标签的。2. 不要总说我没钱，可能你会说，从小父母就教育我才不外露，
做人要低调，但其实不得不承认，我们的父母大多也只是平凡人，一辈子都没有发过财。逢人就说我没钱，有些人会真的轻视你，有些人会觉得你是一个吝啬的人。3. 戒色，不要乱搞男女关系，淫欲会降低财运。4字头上一把刀，不要以为没人知道，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不但掏空身体，还会传染疾病。观察一下，不少老板的没落就是从找情妇开始的。4. 要经常说我能行，我有钱，我会越来越有钱，念念不忘必有回响，每天给自己心理暗示，才会激发自己内心的欲望，同时也会感染和激励身边的人，不管是你的配偶和家人，还是员工或同事，都不希望每天听一个失败者抱怨。刷到这个影片，是大数据选择了你，是缘分，请把越来越有钱发到评论区，咱们一起利用缘分。5. 远离那些100块钱都要借的人。这一点不是教大家趋炎附势，而是想告诉你，100块钱都要借的人，大概率是缺少尊严的人。因为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，赚100块钱不是一件无法实现的事。6. 找零钱的时候，哪怕是1毛钱也不要拒绝，不要把钱随便放在某个衣服的口袋里，偶尔翻出来某件衣服里面都装着钱，每一分钱都不仅仅是一枚金属硬币、一张纸，而是一笔财气，可以在家里放一个存钱罐，把小额的硬币或零钱放进去。7. 身体不舒服多睡觉，精神不舒服多看书。肉体的复原需要睡眠和休息，精神的复原需要吸纳更多的信息刺激。看书或者看电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8. 适当服软，合理装傻，永远清醒。宁折勿弯虽被部分人赞扬，但其实往往会弄伤自己，会失去一些机遇。示弱、服软、装傻都可以让对方减弱提防心，因为人的本性是好为人师，是寻找优越感。记住过程怎么谦卑甚至卑贱并不重要，结果是否成功才更重要。9. 学会送礼，花小钱回来的一定是大钱。不少人说送礼是文化糟粕，其实这是一种将你教成平凡人甚至是穷人的一种论调。试问自己2个问题，如果一个人送了你一个你朝思暮想的礼物，你开心吗？你身边那些为官从商的人和务工务农的人，他们看待送礼有何区别？10. 顺境时多赚钱，逆境时多读书。人这一生，除了儿时和垂暮，真正能打拼奋斗的不过区区20-30年，不可能一直顺风顺水。人处顺境要淡然，闷声大财，不要声张，尽量多的储备钱财。人处逆境要泰然，不必怨天尤人，静下心来多读书，提升自己的认知，
等待下一个顺境降临的。11，小时候算计过自己的人，长大后也要远离。一个人的性格和品格很难随着年龄的增长、学识的丰富而发生质变，伪装的后面是不可撼动的本性。12，学会存钱，越多越好。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消费了，大多是因为之前透支消费太疯狂，疯狂过后发现只是徒增压力，更加空虚。但我们父母那一代人收入并不一定比我们高，但却总是能存到钱，一旦遇到意外，就会发现储蓄是多么的重要。13，改掉别人问一句你回10句的习惯，言多必失，知者寡言。倾诉欲是每个人的本能和欲望，但学会倾听的人是非常睿智和成熟的人。多听少言，你会发现一个新世界。14，衣服少买，饭少吃，减衣增福，减食增寿。再名贵的衣服，也不过是遮身蔽体，也不过是1两平米；再奢华的食物，也不过是填饱肚子，也不过是一堆粪土。把钱花在精神层面，可以让生活更美好。少吃一些，7成饱可以使身体更健康。15，让自己忙起来。人越忙，内耗越少。穷人和富人最大的区别之一就是对待时间的看法。穷人眼里时间不值钱，富人眼里时间比钱更值钱。所谓无事生非，让自己忙起来，会忘掉很多烦恼。16，不要邋里邋遢的形象。仪表很重要，鞋子磨损了及时扔。不要去学习和追捧那些穿拖鞋背心的有钱人，因为那毕竟是极少数人群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越是身处低谷，越是要保留一份精气神。不要发福，不要邋遢，不要放纵，否则很可能会错过某一个翻身的机会。17，别人的事少管，那是操一些没用的心。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人格整体，经历不同，价值观不同，目标也不同。别人的事即便告诉了你，也未必是求助于你，可能只是倾诉抒发。18，不要希望寄托到别人身上，依靠别人只能是一阵子，不能是一辈子，自己才是最可靠的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有义务帮助你，任何人对你的帮助都是要偿还的，即便遇到贵人，也不过是一生几次而已。但自己的人生还是要自己走下去。19，帮不上忙的事情不要去打听，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事，知道了只会徒增自己的烦恼，徒增当事人的烦恼。人生苦短，时间珍贵，莫问闲事。20，连续3次没回你信息的人，就别打扰了。连续3次没回你信息却没有删除你的人，已经给足了一个成年人足够的颜面。你再继续打扰，就有点遭人耻笑了。21，不要在别人面前秀优越感。
每个人都有不为人知的苦。做一个让别人感到舒服的人，不是一件很难的事，却是一个很伟大的事。在别人面前秀优越感，得不到别人的祝福，只能得到别人的嫉妒，甚至是痛恨。这种亏本买卖为什么要做呢？22，只表扬人，不批评人。千万不要觉得批评人那是为了他好。首先，你怎么知道你一定是对的，对方一定是错的？其次，都是成年人了，有时候做错点事已经够丢人了。安慰和鼓励往往可以让对方更牢记此次错误不会再犯。23，自己的事情没做完，不要去帮助别人，那是卑微。放下助人情节，尊重他人命运。当你想帮助别人的时候，先自己看看自己是否在别人眼中有危险。24，晚上不要去偏僻的地方。偏僻的地方就算没有坏人，晚上也会有不干净的东西。这里的不干净指的是什么？成年人都懂。总之，保护好自己，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冒险的。25，远离负能量的人，多和正能量的人接触。负能量多的人，尤其是喜欢拉着你吐苦水的人，不必怀疑，这个人绝对没有把你当朋友。虽然他嘴上可能会说，我是把你当自己人了才告诉你这些的，你就说自己突然拉肚子了，不好意思先走一步。你没有责任分享他的秘密，消化他的负能量。26，眉开声韵，不要长皱眉头，就跟不要常叹息一样。你身边的人会感到压力，你自己时间久了也会不开心。多笑，笑治百病，笑可以给你的人生带来惊喜。27，没有动力的时候去医院，尤其是去肿瘤医院转转。我们大部分的压力和痛苦都来自于闲得慌。你看到同学比你有钱，同事比你晋升快，房贷、车贷、信用卡账单让你觉得压力很大，或者没有动力，那你是不知道，在很多人眼里无病无灾，平平安安就是最大的幸福和幸运。28，不要玻璃心，越容易受伤的人，福气往往越低。敏感而脆弱的性格会让你失去很多本可以成为挚友、成为贵人的人脉，因为别人跟你说句话都需要小心翼翼，谨小慎微，怎么可能跟你秉烛夜谈，相见恨晚。29，要做的事情不要挂在嘴边，要懂得暗度陈仓。这个世界上希望你顺利，希望你成功，希望你一飞冲天的人不能说没有，但极少。你内心的宏伟计划仅限于你自己和其他合伙人知道，少一个人知道，少一份失败的风险。因为人心是这个世界上最摸不透的。30，对父母好一点，亏笑者百事不顺。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人希望你好，那父母绝对是其中之一。生而未养，断指可骸；生而养之，断头可骸。未生而养，
百世难还。父母就是最大的两尊佛，不用跑寺庙，常回家看看就好。31，对老婆好一点。亏妻者，百财不入。久病床前无孝子，久穷家中无贤妻。如果你的老婆嫌弃你没本事，不必伤心和愤怒，这是正常人，不算坏人。如果你穷，你老婆还愿意跟着你，那是你的大福气，好好珍惜，永远珍惜。32，生活只做3件事：锻炼、赚钱、学习。除了这3件事，其他事都是可有可无，不会给你的人生留下实质的影响。你就是请再多次客，认识再多的人，你落魄了，没人搭理你的。33，要舍得在自己的脑袋上投资，而不是在狐朋狗友身上投资。如果有一天你落魄了，你的所有资产都归零了，都被拿去了，甚至你身边所有人都离你而去了，唯独你脑子里的东西谁也拿不走，那是你东山再起的本钱。34，学会遗忘，忘掉那些过去的自己无法改变的事情。并不是所有事情都需要眼下解决的，时间是最好的良药。有些事情既然无法改变，那就忘了它吧。人生苦短，我们能做好的事情没有多少，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。愁眉苦脸一天是一天，开开心心一天也是一天。35，学会微笑。一个人的福气和运气是笑出来的，而不是哭出来的。你回忆一下，你喜欢你的子女和老婆，老公每天对着你笑，还是每天对着你哭？他们每天对你笑了，你做事情自然就更有动力了。36，家庭要的是和睦，以心换心只能在家里用，而且必须用。出了门，外面的世界看似平静，实则暗藏凶险和狡诈。一定不要把好脾气都留在外面，把坏脾气带回家里。家人是你最后的陪伴者，他们比你的客户、你的老板要尊贵得多。37，重视孩子的教育，哪怕自己苦一点。福气是老了以后，而不是年轻的时候。在穷人眼里，读书用处不大，因为无法马上变现。在富人眼里，读书是性价比最高、回报率最高的投资。教育带来的实惠是多方面的，甚至是意外之喜。38，学会给别人留面子，那样自己才不会没面子。这个世界大多数情况下是你敬我1尺，我敬你1丈。没有人喜欢傲慢和无礼的人，别人嘴上不说，是出于利益的考虑、修养的习惯，但心里早已把你否定，还会传播下去，对你不利的程度超乎你的想象。39，不要找别人诉苦，但是告诉别人你的隐私。你信不信，你今天跟别人说了你的倒霉事，明天别人就会拿这件事作为席间的笑料。大多数人只会看你笑话，
做一个寡言少语的人其实是很好的选择，让别人摸不透你，保持一定的神秘感，你会获得惊喜。40，远离在你家哭泣的人，跑别人家，呼坏人家的风水，影响人家的孩子，这是一件很没品的事情。这种人不管处于什么原因，什么动机，都不必原谅，不必理解。真正的强者是不会让人看到自己狼狈的一面。41，打电话别着急挂，让对方先挂，这样才能占上风。这个习惯我相信很多人都有，以至于常常在电话结尾都会相互等待一段时间。但只要有这个客气的等待时间，最终不管是谁先挂了电话，都已经不重要。你在对方心中已经打上了一个小小的标签，这人还挺懂事。42，不和任何人争辩，远离杠精，不与傻子论长短，不与杠精说太多。因为很多人跟你抬杠，不是为了追求真理，寻求对错，而是纯粹的想找个人吵架，发泄内心的寂寞，而你没有义务陪他啰嗦。43，总是包容你的人一定要抓住，那是你的贵人，除了你的父母，没人会包容你。但如果遇到了，不管这个人是谁，有没有钱，有没有能力，抓住他，他大概率可以在某个时刻某个地方帮你一把。44，自己的好不是拿来炫耀的，自己的不好不是拿出来哭诉的。好与不好，过好自己的人生，不要告诉别人，别人不会真正因你的好而和你一起开心，也不会因你的不好而和你一起难过，没有那么多人跟你共情。45，善良毫无意义，实力才是硬道理。大多数人没有时间去研究你是否是一个好人，只会研究你是否对他有用。46，提升自己的实力，没有实力，认识谁都没有用。你若盛开，蝴蝶自来。年轻人初入社会，不必着急发展人脉，先发展自己更重要。47，一个人的福气、财气都藏在情绪里了。情绪越稳定的人，别人会越尊重你；脾气越温和，财气才越深。真正的大佬都是和和气气，甚至姿态很低的，你看不出他的高低，但你会发自内心的敬重他，那是一种超人的气场。48，真诚的、强烈的希望别人好，希望别人发财。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悲哀就是，很多人见不得别人过得好，嫉妒是阻碍一个人成功的最大心魔。其实你身边的人都过得不好，对你没有半点好处，甚至还会拖累你。相反，他们过得好了，可能会帮你一把，哪怕只是为了满足他们自己的优越感，至少不会拖累你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自带财气。愿你看完这个影片财运自然来。
自信满满练就吸金体质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